我是阿正，从来不喜欢长途开车，可我那爱冒险的妻子小美却非得说这次我们要来场自驾旅行。她总说什么新鲜感是生活的灵魂，所以我也无法拒绝她。前面有条捷径，能缩短我们至少半小时。小美兴奋地看着导航说，她的手指划过手机荧幕，指向一条蜿蜒的灰线，那条线绕过主路，钻进一片密林，看上去阴暗幽深，和高速公路的敞亮形成鲜明对比。这里看起来可不怎么安全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感觉胸口有种说不出的压抑。阿正，你胆小什么？这不是我们难得的冒险机会吗？别总是这么古板了。小美笑着，似乎丝毫不觉得这条路有什么异常。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心里暗暗说服自己，这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山路。就这样，我听从了她的建议，打了方向盘，将车头转进那条捷径。车子开进去不久，四周便逐渐被树林包围。我们的车灯照亮着前方的细细山路，却无法穿透两边越来越浓密的树影。黑暗像是不断攀爬上来的潮水，静静地吞噬了后方的景色。真是诡异的可怕，我忍不住嘀咕。小美听见了，反而笑出声。你就是胆子小。我倒是觉得这里有种神秘感。车子继续在黑暗中前行，四周没有一点灯光，整条路像是被遗忘在了地图之外。我们只听得线引擎的轰鸣声，还有路边虫鸣交错的声音，好像这黑夜中什么东西在窥视着我们。车子在弯曲的山路上行驶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好像已经完全迷失在这条密林中的小道上。手机的导航不知为何失去了信号，地图也无法显示路线。我看着方向盘，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小美，我觉得还是折返回去吧。这地方感觉不对，我忍不住说道，眼神不时扫过车窗外，那黑暗之中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躲藏着。小美却不以为然，她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好像这正是她渴望的刺激。阿正，我们都已经来这么远了，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你不觉得这种无人之境才是探险的精髓吗？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开车。车子往前行驶着，两旁的树木愈发茂密，几乎挤压到路面上，仿佛要将这条狭窄的道路彻底掩埋。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握紧方向盘，生怕一个不注意就会撞上那些诡异的树枝。突然，小美叫了出来，你看，那边有灯光。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在前方不远处有一丝微弱的灯光透过树影隐约闪烁着。那光线模糊而晦暗，不像是普通的街灯，更像是某个人家里的昏暗灯火。也许是有人住在这里，咱们可以去问路。小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里透着一丝雀跃。谁会住在这种荒郊野外？我心中疑惑，但也知道在这条路上继续下去实在冒险。思来想去，我终于点点头，踩下油门，朝着那灯光方向驶去。随着车子缓慢前进，那灯光越来越近。我们很快就看清楚，这是一栋古老的小屋，伫立在道路旁边。小屋的外墙被时间腐蚀得斑驳不堪，木头表面覆满了青苔和污垢，门前的一盏油灯微微摇曳，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有种老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场景，小美忍不住低声说道，眼中透着些许不安。我吞了口水，双手微微颤抖地停好车。既然来了，去问问看吧。我们下了车，小美牵着我的手慢慢朝小屋走去，脚步轻的像是怕惊动什么。门口的油灯照亮了小小一片地面，屋内透出昏暗的光，隐约可以听见一阵低语声。我抬手敲了敲门，然而这敲门声却像是石子投入了静止的湖面，一点回应都没有。有人吗？我试着提高声音，心里却有些发慌。一片寂静。过了几秒钟，门缓缓地打开了，露出一条微小的缝隙。门后站着一个老人，披着黑色的斗篷，脸上覆盖着深深的皱纹。老人那双灰暗的眼睛盯着我们，似乎是在打量着什么。我们在这里迷路了，请问这条路可以通往哪里？小美开口问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自然的颤抖。老人听了我们的话，却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只是凝视着我们，好像我们是什么奇怪的生物。这种目光让我忍不住后退了一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人终于开口说，前方是荒野，没有人再会回到这里。这话让我感到毛骨悚然。老人话中的意思让人感到困惑又诡异，
甚至有一种威胁的意味。我下意识地拉着小美想要离开，小美却被这种诡异的气氛勾起了兴趣。她接着问道：“荒野里有什么吗？”老人莫再回答，反而将门打开得更大些。庞父邀请我们进去。阿正，我们进去看看吧，说不定可以找到有趣的东西。小美压低声音说，眼中闪烁着一抹好奇的光芒。我想劝阻她，可她已经拉着我踏入了这间小屋。踏进小屋的瞬间，我感到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屋内的空气沉重得让人窒息。四周的墙壁挂满了奇怪的画作，画上描绘着诡异的场景，有些似乎是山中小径，有些则像是无尽的深渊。老人慢慢走到屋内，坐在一张古老的木椅上，沉默地注视着我们。他的眼神仿佛穿透了我们的皮肤，看到我们灵魂的深处。荒野里有着远古的存在，老人沙哑地说，声音低沉而缓慢。每一个踏进这片地的人都是献祭的一部分。这句话让我浑身汗毛竖起。我悄悄地拉了拉小美的手，示意她该离开了。可小美似乎对老人的话更感兴趣了，她凑近一步追问道：“什么样的存在？您在这里多久了？”自我记忆开始的那天起，我就在这里见证着那些好奇的灵魂进入荒野，然后消失。老人说到这里，嘴角露出一抹阴森的微笑，他的眼神转向我，那双灰暗的眼睛中闪烁着一丝疯狂的光芒。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地方的不寻常，强烈的不安感包围着我。我一把拉住小美，低声说：“我们走吧，这里不对劲。”小美回过神来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老人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就在我们转身准备离开的那一刻，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低沉而带着些许邪意：“年轻人，你们走不出这片荒野的，所有进入这里的人都将成为祭品。”我颤抖着回过头，却见老人已经站起来，站在昏暗的灯光下。他的眼神阴冷而疯狂，像是在等待我们的惊恐反应。我不敢再多看一眼，拉着小美快步走出小屋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车子发动的瞬间，我和小美都忍不住松了口气，庞父刚才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场噩梦。然而当我们准备驶回原路时，前方的路竟变得完全陌生起来。原本的林道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未知的道路，蜿蜒向黑暗的深处。小美望着窗外，声音微颤地说：“这条路我们不是来时的方向。”我看着导航，试图找到回程的路线，却发现屏幕依然一片空白，像是被完全封锁。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，握着方向盘的手掌已经湿透了冷汗。“别慌，我们一定能出去的。”我勉强安慰着小美，踩下油门，车子再次驶入这片诡异的黑暗中。然而不知何时起，我们的车灯竟开始微微闪烁，忽明忽暗，照亮着前方越来越窄的道路。随着车速的加快，四周的景色越来越模糊，仿佛被一层浓雾包围。眼前的一切变得扭曲而诡异，似乎现实和梦境的界限正在模糊。我开始无法分辨出这条路的尽头究竟在哪，还是说我们早已踏入了一个无法逃离的深渊。车子在荒野中行驶着，车灯忽明忽暗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正驶向某个深不见底的陷阱。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，四周一片死寂，只剩下引擎声和我的心跳声在耳边回荡。就在我快要绝望时，车灯突然完全熄灭，车子猛地停了下来。我试图重新发动，却怎么也启动不了。我们被困在这片无边无际的黑暗中，身边的空气异常寒冷，甚至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阴森感。小美紧握着我的手，声音颤抖：“阿正，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”我咬了咬牙，打开手机，试图用微弱的光线照亮四周。就在这时，车窗外突然出现了几道模糊的身影，他们穿着暗色的衣物，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，眼神空洞而冰冷，似乎直视着我们。那些人，他们是谁？小美的声音中透着恐惧，身体不自觉地往我这边靠过来。我也说不出话来，双手紧握着方向盘，脑中一片混乱。那些人逐渐靠近，动作缓慢却诡异，好像早已知道我们无法逃脱，正等待着我们步入某个不可知的命运。忽然，我听见车门被敲响，那声音低沉而缓慢，像是在敲击我的灵魂。每一下敲击声都让我的心脏狠狠地跳动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
打开车门，牵着小美的手奋力跑了出去，却发现四周早已成为了一片死寂的森林，无尽的树木环绕着我们，将逃生之路堵得严严实实。四周的黑暗之中，似乎有一张又一张苍白的面孔浮现，他们无声地笑着，眼神阴冷而疯狂。我们四处奔跑，但似乎无论我们怎么跑，都始终无法逃离这片诡异的荒野。那种无助与恐惧逐渐侵蚀了我的理智。跑了许久，我们精疲力尽，终于在一棵枯树下停了下来。我喘着粗气，紧紧握住小美的手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阿正，我们是不是永远走不出去了？小美的声音颤抖，眼中流露出无助的泪水。别怕，一定会有出路的，我强装镇定地说，心里却感到一丝丝绝望。就在这时，那些苍白的身影又出现在我们周围，他们越来越近，将我们团团围住。这里是献祭之地，一道阴冷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。我回头一看，竟是那间小屋中的老人。他站在那里，阴冷的眼神盯着我们，嘴角泛起诡异的微笑。你们两人从踏入这片荒野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成为祭品了，老人低沉地说道，眼神中充满了疯狂的执着。祭品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忍不住质问，身体却无法移动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。老人没有回答，反而伸手指向我们身后。我转过头，惊恐地发现那些苍白的身影正慢慢靠近，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异常扭曲，眼神中充满了怨恨和哀伤。所有进入这片荒野的人都是为了满足驼的饥渴而成为祭品。老人的声音带着一丝癫狂，他似乎已经不再是人，而是某种邪恶存在的代言人。那些身影开始低声呢喃，声音细微而尖锐，像是在咏唱某种古老的咒语。小美惊恐地抓紧我的手，泪水从她的眼角滑落，她的脸上满是绝望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都无法挽回时，四周忽然响起一阵低沉的隆隆声，那声音像是从地底深处传来。那些苍白的身影开始后退，老人的脸上也露出惊恐的表情。不可能，驼不应该醒来！老人尖叫着，声音中充满了恐惧。就在这时，地面忽然裂开，一道刺眼的红光从裂缝中照射而出，我们被这股力量推开，跌倒在地。当我勉强抬起头时，发现地面裂缝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，那影子扭曲而狭长，像是某种远古的恶灵。那道黑影低头注视着老人，老人全身颤抖，似乎无法动弹。忽然，那黑影伸出长长的手臂，将老人一把抓起，随即消失在裂缝之中。四周的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，裂缝也慢慢的闭合，红光逐渐消失。那些苍白的身影像是失去了生机，纷纷化为尘土，随风而散。我喘着粗气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实的。我回头看着小美，她的脸上满是惊愕和恐惧，眼神中却闪烁着一丝生还的喜悦。我们得救了吗？她小声问道，似乎害怕惊扰什么。我用力点点头，虽然心中依然充满疑问，但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离开这片诡异的地方。我们扶持着站起来，艰难地朝着之前停车的方向走去。等我们回到车旁时，发现车灯居然恢复了亮光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车子发动起来平稳如常，我和小美都松了口气，急忙上车，迅速驶离这片荒野。直到我们彻底驶出那条捷径，回到正常的公路上，我才感觉到胸口的压抑感渐渐消失了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那片山林，它静默地伫立在黑夜中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小美轻轻抓住我的手，低声说道，阿正，以后再也不要来这种地方了。我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这次的经历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，像是一场无法磨灭的噩梦。我们相视一笑，彼此眼中流露出逃出升天的庆幸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这段旅程。但每当夜深人静，闭上眼睛时，我总会看见那些苍白的面孔和那深不可测的黑影，仿佛他们一直在某个角落，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闯入荒野的灵魂。我们最终逃脱了，但荒野中的那股邪恶力量似乎依然存在。那片山林静默地矗立在夜色中，仿佛一切不过是场梦。然而，这次惊悚的经历让我们不再渴求冒险，对未知的恐惧深深刻在心里，提醒着我们有些地方永远不该涉足。
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